We are not going to get to human level AI by just scaling up LLMs. This is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他叫杨丽坤，不仅是图灵奖得主，还是深度学习的奠基人之一。他在 Meta 干了12年，一手缔造了 AI 界的基石 PyTorch。但就在几个月前，扎克伯格花143亿美元买了一个28岁的年轻华裔。他从未发表过一篇 AI 论文，也从未训练过一个大模型。然后，扎克伯格让杨丽坤这位 AI 教父向这小子汇报工作。5个月后，在 Meta 待了12年的杨丽坤离职了。不过故事还没完，亚历山大王曾经和山姆奥特曼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两人是彼此认证的好基友。如今，他站在了扎克伯格身边，先逼走了深度学习的奠基人杨丽坤，下一个瞄准的正是他的好homie山姆奥特曼。兄弟反目，伯乐变脸，这是人性的毁灭，还是道德的坍塌？大家好，这里是有点在理，欢迎来到硅谷宇宙。今天我们来讲讲，在扎克伯格的铁腕统治下，硅谷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权力清洗。想了解这混乱的关系，我们得把时间闪回13年前。那会儿，小扎对杨丽坤的嘴脸可不是今天这副德行。2012年是人类 AI 史上的创世纪，一个叫 AlexNet 的神经网络横空出世，最终在 AI 研究上奠定了深度学习这条康庄大道。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抢人大战打响了。同一年，在太浩湖畔秘密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才拍卖。AlexNet 的发明者辛顿把自己和2名学生打包成了人才大礼包，公开竞标。谷歌、微软、百度在桌上疯狂举牌，场面比黑帮火拼还刺激。最终，谷歌以4400万美元的天价团灭对手。另一边，后知后觉的扎克伯格急了，彼时他的 Facebook 坐拥数十亿用户，却在 AI 领域毫无建树。如果 AI 是未来的上帝，他连入场券都没有。2013年，小扎做了一个疯狂决定，亲自飞往纽约，揣着一张空白支票，去请一个叫杨丽坤的法国教授。杨丽坤是谁？他是卷积神经网络的祖师爷，也是 AlexNet 的底层架构之父。今天大家手机里的人脸识别、美颜滤镜，其实都来源于他。但老杨这个人骨子里是个极度清高的科研愤青，他在学术界摸爬滚打将近30年，最恶心资本再把科学观念小黑屋。他见过太多天才被资本收编后，论文被锁死，研究听老板的，最后变成了企业的印钞机零件。所以小扎第一次问，老杨头都没抬；第二次问，还是不给眼神。直到最后，他掏出了谷歌史上最卑微也最慷慨的特权礼包。小扎向老杨许下3大承诺：第一，论文自由，想发就发，公司绝不藏着掖着；第二，开源自由，代码也不属于公司，属于全人类；第三，身份自由，继续当纽约大学教授，公司只是你的超级实验室。这3招下去，老杨当时感动坏了，他大赞小扎提供了完全的科研自由，还说他在小扎那里做的是真正的科学。2003年12月，还是太浩湖，小扎亲自登台宣布，杨丽坤出任Meta人工智能研究院，也就是 FAIR 的首任院长。这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完美剧本，但谁能想到12年后，这份慷慨会变成一把刺向科学脊梁的利刃。Meta AI 自这一天起进入了长达9年的蜜月期。杨丽坤兑现了承诺，建立了 FAIR， 研发出了 PyTorch， 这成了后来全球 AI 界的基石。可以说，如果没有老杨，小扎在 AI 圈就是个弟弟。但2022年11月30日，一颗核弹在硅谷炸响，扎克伯格的噩梦开始了，一切都变了。ChatGPT 震撼上线，2个月用户破亿，人类用户增长最快的记录被刷新了。再看此时的小扎在干嘛？他正疯了一样搞元宇宙，甚至把脸书的名字都换成了 Meta， 烧了几百亿美金，结果只造出一个画质感人的动画片。现在 AI 的风口来了，而他的 Meta 连一个能打的模型都没有，董事会在逼宫，股东在抛售，媒体在嘲讽。九路之下，小扎瞬间黑化，开启了最残暴的反击——开源核弹。2022年4月，拉玛3暴力开源。你山姆奥特曼不是搞闭源垄断吗？那我扎克伯格就要当对抗垄断、普惠众生的圣徒。杨丽坤又激动坏了，因为他真心相信科学无围墙。但小扎心里有着实打实的考量，只要全世界开发者都基于拉玛开发， Meta 就成了 AI 时代的安卓之父。果然，开源战略奏效了， Meta 股价疯涨，创了历史新高。小扎意气风发的高调宣布 Meta AI 正在赶超 GPT-4 的路上。这一刻，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像是一对无懈可击的君臣。然而高歌猛进之时，两记沉重的铁拳正在路上，马上就要狠狠打中小扎的脸。一拳来自大洋彼岸，一拳来自公司内部，扎克伯格即将彻底疯狂。
2025年初，正当小扎为拉玛的生态繁荣开香槟时，突然天塌了。一个来自杭州的无名小卒直接干翻了 ChatGPT， 登顶美国 App Store 下载榜第1，史称 AI 的斯普特尼克时刻。DeepSeek 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教了小扎什么叫真正的效率。还记得他当初喊的口号是什么吗？开源对抗垄断，普惠全人类。可 DeepSeek 更狠，直接上 MIT 协议，比 Meta 的 Llama 还要开放，谁都能白嫖。更绝的是 ，DeepSeek 的技术基石就是杨丽坤亲手打造的那个 PyTorch。没错，老杨造了刀，别人拿去捅了小扎的腰。更让小扎彻夜难眠的是成本。Meta 丢了几万块 H100 芯片，烧了数亿美金才跑出来的效果 ，DeepSeek 竟然只用了1/10的价格就实现了。这哪里是开源社交，这简直是开源敌资。扎克伯格的安卓战略本意是让全世界给他打工，结果第一个站起来把他桌子掀的，竟然是他的竞争对手。就在外部压力山大时 ，Meta 内部也乱成了一锅粥。因为老杨发现，这种光靠堆算力的路子根本通往不了真正的智能，大语言模型可能是个死胡同。他私下多次劝阻小扎不要为了短期的商业快感去对拉玛的模型强行催熟，但小扎根本听不进去。在这场疯狂的 AI 军备竞赛中，高尚的科学追求可缓解不了他火急火燎的焦虑感。既然 OpenAI 已经在大语言模型上拿到了大结果了，那我管它对不对呢？结果最重要。面对老杨的科学清高，小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酷，他直接架空了老杨，将权力中心转给了克里斯领导的战 AI 部门，继续疯狂加码，砸下了720亿美元预算，逼着团队火速祭出拉玛4。但他却没想到，这场天价豪赌非但没有让自己赢回霸主地位，反而还亲手把 Meta 钉在了硅谷的耻辱柱上。2025年4月29日 ，Meta 召开了盛大的发布会，主角是万众瞩目的拉玛4。小扎亲自站台，那天他整个人简直自信放光芒 ，PPT 上的跑分数据横扫全场，碾压 GPT-4，碾压 Claude， 碾压 DeepSeek。他对着台下疯狂欢呼的媒体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开源模型。”但打脸来得飞快，这场加冕礼的保质期竟然只有72小时。发布会结束后，全球的开发者兴冲冲地下载了模型，结果跑了一遍后，社交媒体炸了。这玩意儿和我看到的发布会数据是一个东西吗？硬核玩家很快拆穿了背后的春秋笔法 ，Meta 玩了个极其下作的手段，他们把语文题给学霸 A 打，数学题给学霸 B 打，最后把成绩一拼，说自己是全能第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他作弊了。拉玛造假瞬间冲上了科技头条，曾经力挺 Meta 的开源社区转头就开始口诛笔伐，那场本该载入史册的发布会变成了一场全球直播的公开处刑。之后，杨丽坤在采访中透露，拉玛造假丑闻让小扎非常生气，他不再相信任何人，而这种暴怒直接演变成了 AI 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权力大清洗。拉玛4的崩坏让小扎再次黑化，那一句对所有人失去了信任，将在几个月后把600名员工送上断头台。他亲手撕碎了允许科学家慢工出细活的承诺，他要的是闪电战，是碾压式胜利。在太浩湖的豪宅里，小扎拉起了一个绝密的 WhatsApp 群，名字就叫招聘派对。一场硅谷史上最疯狂的抢人战争就此爆裂开场。在这里，1亿美金只是入场券，对，你没听错，1亿美金。根据奥特曼透露，为了挖走 OpenAI 的核心研究员，小扎开出了1亿美金起步的签字费，4年总包甚至高达3亿美金。一个20出头的 AI 研究员，薪水竟然能碾压财富500强的 CEO， 简直毫无人性。这里有个小插曲，这件事引起众怒之后，Meta紧急辟谣说奥特曼撒谎，真相无从而知。但这还没完，小扎开始亲自参与每一场面试，甚至把自己的办公室挪到新招的 AI 天才旁边，24小时贴身监控。还有坊间传闻，小扎为了挖到 AI 核心大佬，甚至亲手煲了排骨汤，大半夜开车送到人家家门口。但是还别急，煲汤只是开胃菜，还有真正的大招。2025年6月，小扎扔出了真正的核弹，他大手一挥，斥资143亿美元，强行收购了 Scale AI49%的股权，143亿美金，这是当年收购 Instagram 的14倍。全硅谷的人都看出来了，小扎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哪是收购公司，分明是在给一个人付转会费。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王，一个28岁的年轻华裔。他为啥会值143亿美金呢？让小李给大家扒一下，24岁就资产过亿的小伙子，他创立的 Scale AI 是全球 AI 背后的数据军火库。OpenAI 需要它的标注，特斯拉需要它的训练，五角大楼需要它的系统。也就是说，想要 AI 变聪明，全硅谷都得跪求王的数据。但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王身上还有2个很耐人寻味的标签。第一，他是我们之前那期讲美国军工巨头 Palantir 的创始人之一，也就是彼得蒂尔的铁杆盟友。他们都深度参与了军事 AI，
第二，他曾和山姆奥特曼同住一屋，这俩是彻夜长谈的好基友。为了这单买卖，小扎从4月份就开始摸，50亿往腰头，100亿还是不够，最终143亿成交。成功后，小扎笑得合不拢嘴，这招简直是绝户计，因为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 OpenAI 的粮草，还上演了一场杀人诛心，用奥特曼最熟悉的人去捅奥特曼最疼的腰子。新王加冕，旧神必须退场。亚历山大王入主 Meta 后的第一把火，直接烧上了杨利坤的老巢费尔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杨利坤12年前亲手创建的 ，PyTorch 从这里诞生，无数顶尖论文从这里发表。他曾是 Meta AI 的皇冠明珠，但在扎克伯格眼里，费尔现在只有4个字：臃肿低效。2025年10月的一个清晨，在亚历山大王的铁血指令下，600名员工收到了裁员通知。费尔首当其冲，杨利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并肩战斗了12年的老兵，一夜之间变成了公司的冗余垃圾。这种凯撒式的暴力清洗，真的能换来 AGI 吗？当杨利坤看着自己亲手建立的实验室被烧成灰烬，终于他忍不住爆发了。5个月，整整5个月，65岁的杨利坤像个透明人一样坐在 Meta 的办公室里，他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费尔实验室被拆得七零八落，看着几百名老兵在清晨被扫地出门。最屈辱的是，他这位图灵奖得主居然要向一个比自己小37岁、连毕业论文都没发过的年轻人汇报工作。很多人以为老杨认命了，但殊不知，这个科研愤青只是在继续炸毁整座城堡的雷管。2025年10月19日，杨利坤发了一条正式的离职声明，然后反手就给了小扎一记最狠的背刺。他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直接把 Meta 的底裤扒了个底朝天。记者问：拉马斯跑分造假是真的吗？老杨没打太极，直接碎了小扎的脊梁，大胆承认 Meta 员工为了跑分好看，确实稍微篡改了结果，还顺便羞辱了整个产品团队，讽刺现在的 Meta 只追求平庸，已经失去了对科学的敬畏。接着，他开启了学术界的降维打击，谈到他的前上司亚历山大王，总结下来，老杨就3个词儿：年轻、没经验、不懂行。He's not in my shoes at all. He's in charge of all the R&D and product that are AI related at Meta. So he's not a researcher or scientist or anything like that. 但杨利坤最狠的一刀是直接宣判了 Meta 在整个 AI 战略上的死刑。他说，大语言模型在通往超级智能的路上，基本是一条死胡同。这些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小扎花了143亿买来的超级智能实验室，压住的全是大语言模型。而杨利坤说，这条路是死路。这不仅是职场地位的更替，更是2种信仰的终极对决。杨利坤一直像个执着的传教士，在各种场合高喊大语言模型是通往智能的死胡同。他主张搞世界模型，让 AI 像人类一样观察世界。但亚历山大王和黑化后的小扎根本不听这一套。小扎依然坚定不移地认为，既然 ChatGPT 已经震惊世界了，那语言大模型肯定有效，那就堆更多的算力，买更多的数据，用暴力美学直接撞开 AGI 的大门。当年的伯乐终究展现出来冷血暴君的真面目，当年的千里马也成了被扫地出门的遗老。这场硅谷最血腥的权力清洗，以教父的出走画上了句号。但战争也才刚刚开始。杨利坤走了，他带着世界模型的信仰去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要证明大语言模型不是唯一的路。亚历山大王留下了，他带着143亿的筹码，要用自己的数据弹药撞开 AGI 的大门。当然，小扎的挖人计划还在继续，他还在亲自打电话约饭局，把人请到帕洛瓦尔托和太浩湖的豪宅。720亿美金的年度预算在燃烧，他发誓要用金钱和铁腕将 Meta 送上 AGI 的牌桌。好了，到小扎这一期，小李已经帮大家把硅谷 AI 权力争霸的主要势力集合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或许将见证人类资源与金钱有史以来最集中的大爆发。我们先讲了信奉暴力美学的山姆奥特曼，他身后站着软银、甲骨文、微软，正在合力打造人类最大的 AI 基建——星际之门。紧接着是挥舞着万亿薪酬的马斯克，他正在疯狂的招兵买马，他要用 Grok 的大脑加上擎天柱机器人的身体，实现软硬件通吃。还有高举安全盾牌的阿莫代，他背后是谷歌、亚马逊这些巨头，更有贝莱德、高盛以及卡塔尔投资局的资本意志保驾护航。还有包裹着诺奖光环的哈萨比斯，他背靠谷歌最深的人才池和技术底牌，是要用科学重新定义智能。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技术路径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乎权力与信仰的终极较量。到底谁将拥有定义未来的权利？又是谁的路径和信仰将率先带领人类实现 AGI？ 诸神之战的硝烟之下，屏幕前的你又在压住谁呢？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故事吗？你有发现我们硅谷宇宙的设计小巧思吗？想了解更多关于 AI 芯片、基建及上下游的硬核拆解，记得给小李点赞、转发、收藏。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努力更新的最大驱动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